为什么有些人天天涂防晒霜还是被晒黑了？跟屋里坐着用涂防晒霜吗？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防晒 ABC 原则是什么呢？你知道你现在用的防晒霜有可能正在杀死珊瑚吗？带着这些问题，我先卖个关子，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防晒。培养1万名科学护肤高手，大家好，我是配方师星星。太阳光呢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它有一个重要的生理功能，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合成和固化维生素 D。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在我们的肠道里可以来帮助食物里面的钙进行吸收。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维生素 D 的话，就算我们天天抱着钙片啃，这个钙它也不会吸收的。所以才有很多人说晒太阳有助于钙的吸收，但其实太阳光并不能直接补钙。除了对我们的骨骼发育有好处以外呢，太阳光还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昼夜节律，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等等，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更健康。那既然晒太阳有这么多好处，那咱就天天可劲晒不就完了吗？还真不是。如果今天的紫外线指数特别高，那你这太阳晒的就没有好处了，就剩下坏处了。晒太阳有什么坏处呢？非常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晒黑、晒伤、晒斑、晒秃噜皮，还有呢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晒太阳会导致这么多坏处的根本原因就是紫外线。太阳发出的紫外线有3个波段 ，UVA、UVB 和 UVC。那这个 UVC 呢，它因为这个波段比较短，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大气层把它都给挡住了，它到地面上的数量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晒的太阳晒到的这些紫外线，主要呢就是 UVA 和 UVB。这里面 UVA 它的波段比较长，它进入到皮肤的深度比较深，所以它可以去激发我们的黑色素细胞产生黑色素，让我们变黑、长斑。而 UVB 呢，它的波段稍微短一点，但它的这个伤害性比较大，所以它可以去伤害到我们的皮肤细胞，让我们的皮肤细胞产生炎症，产生晒伤。所以我们平常做的防晒，其实它包含了2个功能，一个呢是防 UVA， 也就是防晒黑，还有呢就是防 UVB， 也就是防晒伤。那开头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坐在屋里需不需要防晒呢？如果满足了下面3个条件，那你就需要防晒。1，外面的光线非常好，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光源非常充足。2，你距离射进来的阳光，也就是光源，在1米以内。3，你不想被晒黑。满足了这3个条件，你就需要防晒了。那么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的玻璃窗可以阻挡大部分的 UVB， 但是挡不住 UVA， 而 UVA 让你晒黑。第2点，经过实验证明，在光源半径1米以内的范围内，它测到的紫外线强度都是相似的。综上所述，就算你在室内、在家、在公司，如果你不想被晒黑的话，你还是抹点防晒吧。那我们怎么判断今天的天气需不需要防晒呢？打开天气预报，里面有一栏叫做紫外线指数。紫外线指数大于等于3的时候，你今天就需要防晒了。我们大多数人呢，判断需不需要防晒是根据天气来的。但是呢，如果你生活在高纬度地区，或者呢在冬季，有些非常晴朗的晴天，它的紫外线指数只有1或者2，这个时候其实是不需要防晒。而在有些夏天，虽然是阴天，但紫外线指数依然有7，这个时候依然需要防晒。那如果我们需要防晒，该怎么做呢？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答案，也就是防晒 ABC 原则。这里的 A 是指 avoid， 意思就是避免被晒到。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能不出去，您就甭出去了，咱不晒着，咱就不用防。B 呢就是 block， 意思是遮挡。这里头呢指的是物理硬防晒。
比如说我们打个伞、戴个帽子、穿个防晒服、戴个口罩等等。C 呢就是指 cream， 也就是防晒霜，就是当我们必须要出去，然后呢遮挡还有一些地方挡不到，比如说我们的脸，那我们就用防晒霜来进行补充。所以你发现了吗？防晒霜其实是最后一步，是进行补充用的。而你要在防晒霜之前，先把前头2步做好，你才能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防晒。下面呢，我就把这 A、B、C 具体需要怎么做，用什么产品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 A 呢，不用详细讲，因为这属于你个人意愿问题，就是你能不出去就不出去的问题。那我们呢，重点来讲一讲这 B 和 C 它具体的方法和用到的产品。先说 B， 也就是 block， 这个呢涉及到的就是物理硬防晒的范畴，一般呢就是指我们的防晒服、防晒套袖、防晒伞、防晒帽等等。那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他觉得我随便多穿一件衣服，我不就防晒了吗？我套个外套不就防晒了吗？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我们普通的衣服面料，比如说棉质的，它的紫外线遮挡率大概只在50%到70%之间，也就是说有1半左右的紫外线还是会射到你的皮肤上去，伤害你的皮肤。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去防晒的话，我们要选专门防晒材料做的防晒服或者是防晒伞。那防晒布料呢，主要有2种，一种呢就是在普通的材料上涂上防晒层，这种呢主要都做成防晒伞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它把一些防晒剂或者紫外吸收剂和纤维融合到一起，而做成布料。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防晒服、防晒套袖它主要选取的这个面料。比如说呢，现在市面上最热的一种防晒服的它的面料，就是在纤维里面加入了2氧化钛来进行防晒的。而不同的面料呢，它的防晒能力也有大小区别。这里面防晒能力最强的呢是涤纶，也就是聚酯纤维。第2位呢是锦纶。那后面呢就都差不多了，不管是人造棉还是氨纶还是什么的都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其实就记住前面这2个，就是含涤纶和含锦纶的防晒面料，它的防晒功能相对比较好。那我们在选择防晒衣的时候呢，不光要看材料、看它的介绍，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个防晒衣有没有标出来 UPF 值。如果它的 UPF 在40到50之间，它会标40+；如果在50以上，它会标50+。也有一些防晒衣特别有自信，人家直接标100的也有。那这个数值肯定是越高，它的防晒性能就越好。但是这块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防晒衣它是把紫外吸收剂融合在面料里面做的，而这些东西它都有寿命，所以我们每一件防晒衣，我建议大家从购买开始，可能从你开始穿开始，到你把它扔掉，不要超过3年。下面我给大家来说一说 C， 也就是防晒霜。那这防晒霜市场上的品种非常多，那我们怎么选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首先呢，先给大家来讲2个概念，就是我们防晒霜上经常会标出来的2个数值，一个呢是 SPF 值，一个是 PA 值。SPF 值是指防晒伤的能力，而 PA 值是指防晒黑的能力。那我们回到开始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天天涂防晒霜还晒黑了呢？那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买了一支只防晒伤不防晒黑的防晒霜，所以这就很重要了。如果你既想防晒伤又想防晒黑，那你就要买一支上面既标了 PA 值又标了 SPF 值的防晒霜。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说说这个 SPF 值，它标你看有什么15的、30的、50的。然后呢 ，PA 呢有标1个加号、2加号，最多到4个加号的，它是什么意思呢？ SPF 后面跟着这个数字的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呢？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你抹防晒霜和你不抹防晒霜晒成相同程度晒伤的时间差。简单给大家说明一下，比如说没抹防晒霜晒出一个这么大的红斑需要1分钟，而抹了某一个防晒霜之后晒出还是这么大的红斑需要50分钟，那它的这个时间就是说延长了50倍，那我们的 SPF 值就是50。然后 PA 又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记住一点，
1个加号延长2到4倍的晒黑时间，2个加号4到8倍，3个加号8到16倍，4个加号16倍以上。跟刚才的测定方法一样，就是晒出同样大小的黑斑啊，需要的时间差。那我们日常要使用防晒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场景，比如说我们明天要去海边玩啊，太阳暴晒这种场景呢，我们就要选 SPF 值和 PA 都非常高的防晒霜，才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简单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选 SPF 50以上，然后呢 PA 值4个加号的是最好的。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就是日常上个班上个学，路上的时间呢可能花起来不到1个小时这样的见太阳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选 SPF 30或者35的，然后 PA 3个加号左右的就 OK 了。下面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我来给大家推荐几支防晒霜。首先呢，就是这支理肤泉大哥大。理肤泉大哥大呢，它是欧莱雅集团唯一一支用到麦色率400技术的防晒霜。它为什么叫麦色率400呢？就是指它能防 UVA 的程度能到400大米这个波长，是目前为止可以防 UVA 范围最宽的一种防晒剂。所以如果你格外怕被晒黑的话，咱们就可以首选理肤泉大哥大。缺点呢，就是比较油，如果是油皮使用的话，会觉得整天油光锃亮的。下面这2支是欧莱雅的小金管和小银管，这2支呢，我把它称作通勤王者。SPF 50加 ，PA 呢4个加号，而且小银管的肤感非常清爽。它呢也用到了麦色率的防晒技术，虽然没有达到400啊，也是欧莱雅集团非常厉害的一个防晒技术，所以它的防晒和防水都是过关的。那第3支呢，就是蜜斯汀的小蓝帽，这一支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如果你是学生党，如果你是对性价比要求很高的这种人群，你真的可以看看蜜斯汀，他们家的防晒霜基本上没有超过人民币100块钱的，都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呢，你看现在我手上的这支啊，也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防水和防晒也都是比较过关的。缺点呢，就是耐晒性会稍微差一点，需要经常补涂。再给大家推荐一支肤感王者奥扎。如果你是油皮、油痘皮，你就可以来试试奥扎，它的这个防晒霜真的是涂完了跟没有似的，非常非常的清爽，非常适合油皮和痘皮使用。但是缺点呢也非常明显，就是不防水。刚才说了这么多，那如果我是要去游泳怎么办？我是要去冲浪怎么办？有一支防晒霜一定值得你信赖，就是资生堂蓝胖子。它用了一个资生堂集团的叫水汗加成技术。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正常涂完了以后，我沾水、沾汗，它的这个防晒膜反而更结实、更硬，防晒性更好了，所以就非常适合你游泳去。就是你不管你在水里头怎么霍霍，它的这个防晒膜都非常的结实，然后能很好的起到防晒的作用。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难洗，因为它防水嘛，所以它非常难洗，要用卸妆油来洗。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品类叫做身体防晒，因为呢，刚才说的这些防晒霜呢，大家看到了，它们都是这种比较小支的啊，30-50毫升这样。那可能有些人就说了，如果我要去海边晒太阳，我可能涂一个整个后背，一整支防晒霜就用完了，怎么办？所以就衍生出来市面上有一种新的品类叫做身体防晒，然后特别大的一桶，然后也有相应的这个防晒的这些认证。那这一类呢，其实市面上现在种类非常多。那我自己的实验室呢，曾经选过这个市面上最火的12种身体防晒进行过数据测评，但是很遗憾，我没法准确的给你们推荐出其中的一款出来，因为它们都各有优缺点，而且都挺明显的。我会把我所有的测试的数据和相关的资料呢，都发到我的会员频道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的会员频道。刚才呢说的都是我推荐的一些防晒产品，那有推荐的就有不推荐的。我呢在这里头非常不推荐防晒产品中的其中一个品类，就是防晒喷雾这个品类。那我不推荐的原因有2个，一个呢是防晒喷雾你喷出来的这个量其实是很少的，正常的一个喷雾头一次喷出的量大概在0.2毫升左右。比如说我涂一个胳膊，需要的防晒霜的量大概在1克左右。
如果我们使用防晒喷雾，想达到我们日常的防晒剂的用量的话，需要喷几十下。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用防晒喷雾都喷不到量。你喷不到量，就起不到防晒的效果，露出来的紫外线还是会晒伤你的皮肤。第二点就是这些防晒剂，它为了能均匀的喷出来，它是会被泵头泵得非常细的小雾滴喷到空气里。如果你正好是往脸上喷的话，就非常容易被你的鼻子吸入到你的肺里。而这些防晒剂，尤其是有机防晒剂，它都是有刺激性的，甚至呢对一些激素的这个分泌有影响。那你想啊，我们平常都避之不及的这些物质，你主动的吸到你的肺里，它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风险呢？说完防晒的方法和产品之后呢，我再来给大家聊一聊非常容易被人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晒后护理。晒后护理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防晒霜的清洁。大家肯定都觉得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回来洗把脸不就行了吗？还真不是。首先呢，我们的防晒霜现在有很多都是防水型防晒霜，你拿清水是洗不掉的。而且呢，这个防晒霜它要想发挥防晒作用，就必须要在你的皮肤表面成膜，而这个膜只有表面活性剂可以破坏掉，所以我们的普通的洗面奶有可能都对它的破坏性有限。尤其是一些高倍防晒，比如说 SPF 50++PA 4个加号的，它可能洗面奶都洗不干净。这些防晒剂呢，其实它本身都是有一些刺激性的，还有一些防晒剂对我们的激素调节有影响性。那如果它留在你的皮肤表面的话，时间越长，它的吸收风险就越高。你吸收它之后，你受到它刺激，你会产生相应的健康危害的风险也就越高。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每天使用完防晒霜之后是一定要把它洗干净的。那对于这种高倍防晒或者防水防晒来说呢，我们就要用什么来洗它呢？用卸妆产品。我比较推荐的呢就是卸妆油，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市面上卖的非常火的，像植村秀的琥珀，像 Bobbi Brown 的卸妆油，这些都不错，都可以洗掉防晒霜。跟大家补充一句，如果你日常用的是低倍防晒，比如说 SPF 30左右的 PA 2到3个加号的，你用洗面奶就可以把它洗干净。如果用的是高倍，咱们就用卸妆油给它洗干净。晒后护理第二点呢，就是晒后降温、晒后修护。这一点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每天被晒完了回来，就是高于体温的这个温度，其实它是对皮肤有一个持续性的伤害的。而你的这个皮肤温度越高，它的持续性伤害就越强，时间维持的也越久。所以我们在进入到室内不再被晒了之后，我们把防晒霜都洗干净了之后，第一步一定要给你的皮肤降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个湿毛巾、冰毛巾，来冰敷一下，或者呢就是家里小孩子用的退烧贴贴到脸上来降温一下。如果有条件或者是皮肤觉得比较干呢，也可以贴一张舒缓或者修护类的面膜。这开篇提到的问题中还有一个没解答，就是你知道你使用的防晒霜正在杀死珊瑚吗？这其实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2018年的时候，夏威夷就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了含2种防晒剂的防晒霜在夏威夷海滩进行使用。这2种防晒剂呢，就是氧苯酮和甲氧基肉桂酸锌酯。这2种防晒剂被科学家发现，它通过这个海水冲刷流入到海水中之后，会造成珊瑚白化，让珊瑚死亡。2022年的著名学术杂志 Science 上面有一个封面报道了这个防晒剂杀死珊瑚的过程。但是这2个成分现在并没有被禁用，还广泛的在各种防晒霜里面使用。所以如果你要去海边玩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去关注一下你买的那支防晒霜上面有没有珊瑚友好的标识。喜欢听科普的，喜欢看测评的，欢迎点赞关注，一键3连。最近我开通了会员频道，我呢打算把我平时实验室测的这个数据和报告呢不定期的分享在我的会员频道里面。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